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搜获很多的法律工作者。因为上期关于吴亦凡的视频点讚過萬，本期視頻呢，我們便兌現承諾，解讀一下羅翔教授就聚眾淫亂罪發表於2012年的文章《從風俗到法益，性刑法的懲罰邊界》。我想已經有很多朋友此前就看過我做的羅車之辯，對我的風格略有了解，但在正式介紹前呢，我還是想先給新來的朋友們聲明一下。首先，我解讀的特點呢，是會幫大家梳理文章的來龍去脈，把背景說清楚，以助於你們理解。畢竟呢，學者論文通常還是有一些曲徑通幽如果不由淺入深的話，難免存在一些理解障礙。所以，如果你覺得沒有必要，請直接閱讀原文。其次呢，就是將學術通俗化的過程呢，一定存在一個再翻譯的過程。視頻裡呢，會有很多基於我個人知識體系的劃重點，難免呢就掛一漏萬，甚至呢理解出現了偏差。因此最重要的，盡信書不如無書。即使你看了本視頻，我也建議你去看看原文，這既是對自己負責，也是本系列視頻的最大的意義。結論記得讀原文。好，正式介紹開始。我先跟朋友們說一下關於本文的現實背景即2009年轟動全國的南京換妻案。09年時你幾歲呢？朋友們請將年齡打在公屏上。案子是什麼情況呢？是彼時南京工業大學有一名副教授叫馬某，案發時呢53歲，在那個互聯網還不算非常發達的年代他是一個非常喜歡玩換妻遊戲的老網民。因為思想開放加上組織能力強，他就設立一些諸如叫夫妻交換走錯房間、南京派對等 QQ 群，交流性體驗，參與性聚會，進行性遊戲。然後呢，由於玩得越來越大，他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於是在09年8月17日這天呢，秦淮公安分局白鷺洲派出所便對該組織發動了一次突然的襲擊，闖入了他們正在進行遊戲的某連鎖酒店房間，當場就抓獲了5名參與換妻遊戲的網民。隨後呢，警方又順藤摸瓜抓了17人，其中呢男性一共14人，女性8人。而根據馬教授後來自己介紹自己曾參加換妻活動18次。最終呢，這22人就都以聚眾淫亂罪被起訴，而馬某獲刑3年6個月。既是聚眾淫亂又是創紀錄的22個人，還有大學教授這個案子毫無疑問的就成了當年全國最具爭議的案件。而當時呢，除了公共輿論對該案的討論以外學界無論是社會學界還是法學界對該案的討論都非常的激烈。其中核心爭議點就在於公民是否有按自己的意願使用處置自己身體的權利，公權力是否應干涉私生活，以及由此衍生的聚眾淫亂罪是該存還是該廢。比如當時社會學界潘燧明、李銀河教授便旗幟鮮明地對聚眾淫亂構罪提出反對。其中呢，李銀河教授還直接在全國兩會上提案，建議呢廢止該罪。而在法學界湘潭大學的法學教授歐愛民則寫了一篇聚眾淫亂罪的合憲性分析，認為聚眾淫亂罪的存在合法合理。和他基本觀點一致的呢，還有與人大的高明軒教授合稱北高南馬的武大法學教授馬克昌。與此相對國家檢察官學院的副教授沈海平呢，則對聚眾淫亂罪的適用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見。在這次長時間的論戰中呢，彼時還只是法大副教授的羅翔寫下了這篇叫做《從風俗到法益，性刑法的懲罰邊界》的文章，較為全面地闡述了他對包括聚眾淫亂罪在內的性犯罪的態度和觀點，並希望呢對聚眾淫亂罪的適用予以限制。所以他是怎麼論述的呢？首先羅教授認為隨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及20世紀60年代開始性革命運動的開展，性刑法呢正在從對性風俗的保護過渡到對法益的保護，而現代刑法理論普遍認為刑法是法益保護之法，單純違反風俗的行為不能以犯罪論處。這是什麼意思呢？首先什麼是性風俗？根據它的定義性風俗即指在一定的婚姻關係內的異性性行為。中國古代呢對性風俗的保護就體現在姦罪上。然後你會發現在保護性風俗這一評價體系下，女性是否同意發生性行為並非認定是否構成姦罪最重要的標準。因為女性在不同意的情況下，性行為可能構成強姦，而在同意的情況下，性行為則可能構成合姦。評判罪與非罪的標準呢，並非完全是女性是否自願，而是女性的貞潔是否受損，因為女性的貞潔是某位男性的財產。是的，羅教授辛辣地指出在古代女性有財產屬性，要生育，要勞動，缺乏選擇權，與男性的權利是不平等的。在此情況下呢，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對婚姻不忠的權利根據習俗就只有丈夫享有。在這樣的風俗下，姦罪本質上保護的不是女性的人權，而是保護女性的財產屬性。所以這時現在看來一些奇怪的法律規定就來了，那就是如果你和一個有丈夫的女人發生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受的刑罰可能會比與沒有丈夫的女人發生不正當的關係要重。
因為前者作為丈夫的財產損失無法挽回，而在無夫姦的情況下，犯罪者可以通過與女方結婚來解決財產受損的問題，因此刑罰就較低。直到西方性革命開始了。羅翔教授認為性革命的最大要旨就在於尊重人們在性問題上的自治權利，在實踐層面呢，開始以當事人同意來作為判定性行為正當化的根據。在這個背景下，從上個世紀60年代開始呢，西方國家就開展了對性刑法的改革運動。改革的主要目的呢，就在於尊重性的自治權利，將僅僅違反道德風俗但沒有侵害法益的行為予以非犯罪化。性刑法開始從風俗刑法走向法益刑法，性刑法被大大解放。以我個人理解其實所謂從保護性風俗到保護法益呢，就是在從男女不平等到男女平等這一大前提下，將是否構罪的標準討論從保護原有不平等的性風俗過渡到平等的保護法益。西方的性革命呢，促成了對性犯罪評價標準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变。什麼叫法益保護論呢？此前本系列視頻有討論我不多贅述。而現代性刑法具體有哪些法益呢？羅教授舉了幾類，比如說性自治權。什麼叫性自治權呢？一是外在的保證自己不受強迫的自由，二是內在的做出成熟理性選擇能力。在這個維度下，你會發現現代刑法體系下侵犯性自治權的行為，比如說強迫性交，以及濫用信任地位的性行為，以及與未達到性同意年齡的人發生行為，各國呢往往都會做出相應的刑法評價。再比如家庭法益，如果你的性行為破壞了家庭的法益的話，那也则可能被追究重婚罪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呢，你還有可能被追究亂倫罪。再比如公共利益，許多国家呢對漏精以及公共場所發生性行為呢都會按罪論處。為什麼呢？因為在公共场合做這些事情是對他人的一種視覺強制和聽覺強制，是對不想看不想聽之人的自由的一種侵害，同時呢不利於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所以当你從法益保護的觀點來審視我國刑法時，羅翔便指出了我國性刑法可能存在的一些問題。首先是懲罰不足的問題，他認為我國刑法並未規定亂倫、漏陰、公然發生性行為等罪，這些侵犯家庭法益和公共利益的行為為什麼不明確進行刑法上的規定呢？對於那些發生在監護人和被監護人、教師與學生之間等濫用信任地位的案件，為什麼又很少得到處理呢？羅教授認為這些都有改進的空間。而與此同時呢，對於另一些犯罪，他認為則又出現了懲罰過度的情況，比如說聚眾淫亂罪。羅教授就想問了在現行刑法下，聚眾淫亂罪到底侵犯了什麼法益呢？你說侵犯了性自治權嗎？人家是自願的你不能說你不想戴綠帽子就不讓別人戴綠帽子，更何況人家是互相禮貌呢？你說侵犯了家庭利益嗎？人家換個妻夫妻雙方都同意了，家庭很和諧甚至用羅教授的原話有些從事換妻行為之人，其目的就是為了挽救感情日益淡漠的婚姻，並不存在挑戰婚姻制度之意。在某種意義上呢，它比通姦行為即出軌行為的危害性還要低。你說他有妨害他人不聽不看之人的自由嗎？人家自己建 QQ 群私下玩，又沒在公開場所被人看，他有惹到誰吗？這時現行法條下的聚眾淫亂罪的立法目的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如果說公開淫亂構罪，你還能說侵害的是公共利益的話，那你認為缺乏公開性的聚眾淫亂構罪，本質上保護的還是所謂的性風俗。而正如羅教授前文所言這是已經被淘汰的刑法理論。在此情形下，他認為对私下的所謂聚眾淫亂進行懲罰，在公利方面呢也會存在問題。比如說，第一，會使司法部門選擇性執法，因為聚眾淫亂很私密，很難被發現，司法人員呢就很有可能基於偏見而有選擇的查處案件。比如說根據嫌疑人的身份、財富、居住環境等不同而決定是否調查處理。舉個簡單的例子我看你長得就像個會聚眾淫亂的人，所以容我現在就調查你。這不僅呢會極大的降低司法的公正性，也會造成司法權力的濫用。再比如會讓權力過度侵擾公民的私生活。一旦私密的聚眾淫亂成為犯罪，那司法機關為了掌握犯罪線索，就可能對這種犯罪從策劃、預備到着手實施的全過程進行跟蹤調查，這不可避免的會殃及無辜，干擾公民正常的私生活。並且羅教授還認為到底什麼是淫亂缺乏法律標準。淫亂這個詞呢，本身它就有極強的道德色彩，所以到底什麼是淫亂呢？兩個人發生性行為是不是淫亂？那在座每位的爸爸媽媽都有罪是不是穿情趣內衣發生性行為讓人叫爸爸就是淫亂呢？那在座有沒有犯罪你們自己心裡最清楚。而為什麼和一個人發生性行為就不是淫亂，和兩個人發生性行為就是淫亂呢？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彼此都自願，你給他們扣上淫亂的帽子，讓他們直接坐牢，會不會就有待商榷了？
文章結尾啊，羅教授也表達了對公權力過度擴張的擔憂。他引用了托馬斯·弗蘭納在《人權是什麼》中的一段話作為結尾啊，就是當保護私人領域中的人權沒有得到認真對待時，國家權力就會刺探最隱秘的活動領域。所以看到這裡，你認同羅教授的觀點嗎？請把你的想法打在公屏上。而最後我想說什麼呢？我想說啊，你完全可以不認同甚至反對羅教授的觀點，因為學術和政治不太一樣。政治呢要求統一思想，并因客觀上難以完全統一而產生妥協和鬥爭，而學術呢是有爭鳴的，只有爭鳴狀態下的學術才是真學術。比如說如我前文所言啊，湘潭大學的歐愛民教授便曾明確地提出過支持聚眾淫亂罪的觀點。但我想提醒諸位什麼呢？我想提醒諸位啊，不要貿然地扣帽子然後打倒誰。比如說啊，在我剛剛提到羅教授說西方性革命促成了性刑法的現代化轉變時，我都能想到肯定有部分人一聽到西方這兩個字，腦子裡啊某根天線立馬就豎起來了，然後得出啊羅翔被西方那套價值觀洗腦的結論。他有沒有被洗腦我不知道啊，但我有一句話想送給朋友們，那就是尊重傳統不等於尊重糟粕，就如同接受現代不等於接受西方。這是什麼意思呢？意思就是啊，歷史的珍貴就在於它是一個揚棄的過程。我們尊重我們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但不等於就要尊重裹小腳和男尊女卑。同樣，當我們在警惕一些不正確價值觀滲透，明白哪些不該學習的時候，也應該明白哪些現代的價值觀是可以學習的，不要貿然的全盤否定。所以哪些可以學習呢？說到這兒啊，我就必須帶着大家複習一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裡面有一句話叫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着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所以到底有哪些可以學習，黨和國家早就告訴我們，並且已經在各項文件中進行強調了。比如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哪些？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平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再比如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也提到了尊重和保障人權。再比如最近黨的20大報告裡面也再次強調了依法治國，也提到了要全過程人民民主。你看很多內容原本就是国家一直在提的，大家不要因為西方有誰在唱類似的調子，就為了唱反調而唱反調了，這也是被帶節奏。解放思想，保持理性，是我們避免狹隘最大的武器。言歸正傳，大家完全可以反對羅教授的觀點。我想羅教授本人呢，也歡迎大家提出自己的想法與他討論，但請回歸到理性思考的框架內。而同時啊，如果你想看反方觀點，比如說想看看歐教授是如何支持聚眾淫亂罪的，也請通過點讚和關注告訴我你們對嚴肅內容依舊是感興趣的，我做嚴肅內容還有意義。老規矩啊，點讚過萬我們就繼續更新學習。歡迎來到真實的法律世界，我們下期再見。